一个残酷的事实，人类最后活下来的，从来不是最文明的，而是最会繁殖食物的。上期我们讲永生食物，这期讲不断供的食物。在真正的末日环境里，罐头会吃完，干粮会耗尽，只有一种东西不会断供，会自己繁殖的活口粮。倒数到最后，你会发现，当一切秩序崩塌，你该做的不是存货，而是一个永远不会清零的系统。谁掌握活的食物，谁就能活下去。规则说完了，现在开始倒数。第20名，红虫，摇纹幼体，蛋白循环的最底层燃料。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敢想，末日第一天你就已经出局了。因为你越想吃的体面，你越快断粮。而红虫就是那种你本能想避开，但它永远不会缺货的东西。只要有一滩水，有一点腐败的有机物，它们就会自己出现，不需要播种，不需要饲料，不需要你管理。它们繁殖快到离谱，数量会像故障一样爆出来。真正的价值也很残酷，红虫不是主食，它更像末日里的蛋白底座。你不一定直接吃它，但鱼、鸡、鸭这些更高级的肉，最后都可能靠它续命。当然，代价你也知道，卫生风险高，心理门槛高，营养结构单一，所以它只能排第20名。它不是答案，它只是告诉你，当环境变脏，食物体系往往从这里开始重启。而第19名会把恶心变成一种优势。第19名，黑水萌幼虫，废物换肉的生存机器。黑水萌幼虫有一种让人不舒服的强大，它把垃圾变成肉。你不是在喂它，你是在清理你活着就必然产生的腐败物。剩饭、烂菜叶、腐果、动物残渣，这些东西在末日里会堆成灾难，发臭、招病、污染水源。但黑水虻会把它们一口吞掉，然后几天后给你一堆高蛋白的幼虫，3到5天一轮收成，像生物流水线一样稳定。它甚至不需要你有余粮，因为它吃的是你处理不了的东西。这就是它恐怖的地方。只要你还活着，你就会产出它的饲料。缺点也很现实，它对温度敏感，极寒环境会让系统不稳定，所以它还不是终极答案。但它已经把活口粮推进到一个新层级，你开始拥有废物换肉的能力。而第18名则是最适合普通人复制的阳台级无限蛋白。第18名，黄粉虫面包虫。阳台级无限蛋白，这是唯一一种能在你家阳台无限复制的肉。你不需要田地，不需要水塘，不需要放养空间，一个塑料盒，一层麦皮，几只种虫就能启动循环。它的生命周期稳定的像闹钟，卵、幼虫、成虫再产卵，大约1个月完成一轮。只要你记住一条铁律，别把种虫吃光，这个系统就不会停。而它真正的优势是空间效率。同样的空间，它能给你的蛋白密度远超家禽和家畜，但它也有一个致命依赖。它需要碳水来源，比如麦皮、谷物。一旦谷物体系崩溃，它就必须挂靠在别的系统下面。所以它是家庭补充型活口粮的高手，却不是独立存在的终极答案。而下一名，第17名，几乎不用你养，你只要不把它赶尽杀绝，它就会自己回来。第17名，蚯蚓。你不管，它也会活下去的蛋白源。如果你开始觉得不适，这很正常，因为人类的文明感正在被一点点剥掉。蚯蚓是动物活口粮中最接近自动运行的存在，你甚至不需要养它们，只要提供湿润的环境，它们就会自行扩张。蚯蚓以腐殖质为食，吃的是人类无法消化、无法直接利用的物质，却能产出高蛋白的生物体。在生存逻辑中，蚯蚓最大的价值不是好不好吃，而是它几乎不需要管理成本。它们不逃逸、不攻击、不挑食，数量一旦建立，很难彻底消失。但蚯蚓的缺点同样明显，心理接受度低，烹饪处理要求高，在单一体系中难以承担主食角色，因此它更像是一个兜底型蛋白系统。当其他体系崩溃时，它仍然存在。而第16名开始，我们将进入真正能长期支撑人类饮食结构的动物系统。第16名，淡水螺类，田螺，低门槛的水体，蛋白银行。田螺在人类历史中从来不是精致食物，却在几乎所有灾荒年代反复出现。原因只有一个，它活得久，繁殖快，几乎不需要人照顾。在生存体系中，田螺的定位不是主食，而是一个稳定缓慢但几乎不会断供的蛋白储备池。田螺的繁殖方式极其朴素，只要有水，有少量藻类或水草，它们就会自然产卵孵化成长。你不需要精准喂养，更不需要技术设备。在真实使用中，田螺的优势体现在3点：第一，它们不会逃离系统；第二，它们能在低氧、低水质条件下生存；第三，它们的数量增长始终快于你偶尔的捕食量。但田螺的问题也很现实，生长速度不算快，寄生虫风险高，必须彻底高温烹饪，这决定了它更像一个安全垫，而不是高效系统。从第15名开始，活口粮不再只是能活，而是开始影响你住在哪里。第15名，淡水蚌、河蚌，食物加水质的双重系统。
淡水蚌在很多人眼里只是河里的贝壳，但在生存学里，它的地位远高于田螺。原因在于它不仅是食物，还是系统的一部分。河蚌靠过滤水中微生物为生，这意味着你不需要喂养它，它会自己吃环境。一只健康的河蚌每天可以过滤大量水体，在长期封锁或水源污染的环境中，它本身就是一种生物级过滤装置。在繁殖层面，河蚌的能力被严重低估。一只成熟个体在合适条件下可以释放成千上万的幼体，只要系统不被完全摧毁，河蚌族群就很难真正消失。但河蚌的弱点也同样明显，成长周期长，肉质获取成本高，不适合频繁授课，因此它更适合被定义为慢速但极其稳定的水产储备。而第14名将彻底改变节奏。第14名，罗非鱼。你几乎养不死的繁殖机器，养过鱼的人都知道，很多人失败，但它例外。罗非鱼之所以在全球生存体系中拥有近乎传奇的地位，并不是因为它好吃，而是因为你很难把它养死。它能忍受脏水、高密度、低氧、温度波动，而且繁殖速度极快。只要环境稍微稳定，它们就会自动进入爆发式繁殖。在真实生存条件下，罗非鱼的价值不在于高端水产，而在于稳定可预测，数量压倒一切。你不需要精准控制，不需要复杂设备，甚至不需要专门饲料。藻类、虫子、残渣，它都能利用。但正因为它繁殖过快，系统一旦失控，会迅速压垮水体环境。所以罗非鱼不是随便养，而是需要最低限度管理的高产系统。从这一名开始，我们已经跨过补充蛋白的阶段，正式进入可以长期支撑人类饮食结构的动物系统。而第13名是水体系统向陆地系统的过渡点。第13名，泥鳅。极端环境下的生存型鱼类，泥鳅在生存学中的地位比它在餐桌上的地位要高得多。它是极少数可以在低氧、高密度、淤泥、水体不稳定环境中依然存活并繁殖的鱼类。泥鳅可以钻入泥中休眠，在水源断续、环境恶化时躲过一劫，这让它在长期混乱环境中比多数鱼类更具生存韧性。在繁殖层面，泥鳅虽然不如罗非鱼爆炸，但胜在稳定和抗毁灭性。你吃掉一批，系统只要没被彻底破坏，总能慢慢恢复。但泥鳅的致命问题是获取效率偏低，不适合作为主力肉源，因此它更适合作为极端情况下仍然存在的兜底型动物系统。而从第12名开始，活口粮将正式离开水体，进入真正影响人类文明走向的陆地动物系统。第12名，家蚕，被文明驯化的蛋白流水线。家蚕并不是野外生存能力最强的动物，但它能排到第12名，靠的不是野性，而是可控性。家蚕的整个生命周期几乎完全围绕人类需求展开，吃桑叶，快速成长、节俭、化蛹、产卵。这是极少数被人类完整驯化为生物流水线的动物系统。在生存逻辑中，家蚕真正的价值不在蚕本身，而在于蚕蛹阶段，高蛋白、高脂肪，极易消化，是极端环境下的优质能量来源。更重要的是，蚕的繁殖完全不依赖复杂环境，只要有桑树或稳定桑叶来源，一小盒蚕卵就能扩张成连续不断的食物供应。但家蚕的弱点同样致命，它对环境依赖极强，无法离开人类照料独立存活，这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底层生存物种，而更像是文明尚存阶段的活口粮。接下来第11名将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不杀生也能持续获取蛋白的系统。第11名，鹌鹑，小体型下的高密度生命输出，你不需要杀它，它就能每天给你食物。鹌鹑在活口粮体系中的地位并不是肉，而是蛋。与鸡相比，鹌鹑体型更小，成熟更快，单位空间产蛋效率更高。在生存条件下，这一点极其重要。从孵化到产蛋，鹌鹑只需要45天。一旦进入产蛋期，你几乎每天都能获得稳定的蛋白来源，而且不需要杀死任何个体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可以长期获取营养，而不消耗种群本身。在真实生存模型中，这种非消耗式蛋白系统极其珍贵。但鹌鹑的问题同样明显，它们需要稳定饲料，一旦谷物和饲料系统崩溃，它们就会迅速衰退。因此，鹌鹑适合中期稳定环境，而非完全崩溃的野外条件。第10名将补上这一缺陷。第10名，鸭，把野生资源转化成肉和蛋的生物机器。它不是被喂大的，是自己出去把食物找回来的。鸭在活口粮体系中，并不是靠产量第一取胜，而是靠适应能力。鸭是典型的杂食动物，田螺、昆虫、水草、残渣，几乎所有你不愿吃、不能吃的东西，它都能转化为蛋和肉。在传统农业中，鸭往往不是被喂养的，而是被放养的。它们主动进入环境，把野生资源转化为可食用能量。这一点在末日或长期封锁环境中极其重要。你不是在消耗库存，而是在持
持续从环境中抽取能量。但鸭的缺点也很现实，需要水源，空间需求比禽类更高，这让它无法成为室内级解决方案，却非常适合乡村、郊区、水域环境。而第9名将把繁殖速度这件事儿推到一个让人不安的高度。第9名，兔子时间一长，数量就失控的肉源。兔子是所有哺乳动物中最接近指数级增长的存在之一。30天左右的妊娠期，一胎6到12只幼崽，而且兔子有2个子宫，再加上极短的成熟时间，让兔子在短时间内就能泛滥成灾。澳大利亚就是个例子。但在生存逻辑中，兔子的最大优势不是肉好吃，而是它能把草叶子、低质量植物转化成高质量蛋白。你不需要谷物，不需要饲料工厂，只要有野草、菜叶、树叶，兔子就能帮你完成转化。但兔子也有一个致命限制，它无法单独支撑完整营养结构，长期只吃兔肉会导致所谓的蛋白中毒。这意味着兔子必须存在于更大的食物系统中，而不能独立成为终极答案。而从第8名开始，我们将正式进入可以支撑完整家庭甚至小型社会的动物活口粮。第8名，山羊，把荒地变成食物的家庭级粮仓。山羊能排到第8名，靠的不是产量，而是环境适应能力。在所有常见家畜中，山羊是最接近荒野生存型的存在。它能吃的东西往往是其他动物无法利用的灌木叶、树叶、干草、贫瘠土地上的植物残渣。换句话说，山羊能把几乎没价值的生物量转化为可持续的人类食物。在活口粮体系中，山羊最大的优势并不是肉，而是它能长期存活，并在极低资源条件下继续繁殖。一旦建立种群，你几乎很难让它彻底消失。但山羊真正的战略价值在于它连接了动物与植物系统，它吃植物，人类吃它，同时还能获得粪肥，用于再生农业，这使得山羊成为闭环系统的关键节点。当然，山羊也有代价，需要空间，需要最低限度管理。它不是城市避难的答案，而是有土地情况下的长期生存方案。而第7名开始，我们将进入繁殖速度压倒一切的区域。第7名，老鼠野生啮齿类，你不愿承认，但它永远存在。这一名很多人会本能反感，但在任何真实的历史记录中，老鼠始终是最后留下来的动物之一。老鼠的优势并不体现在好不好吃：1. 繁殖极快；2. 食性极广；3. 几乎无法清除它们能吃人类的剩余、垃圾、腐败物，能在城市废墟、地下空间、极端条件中存活并扩张。在围城、饥荒、战争史中，老鼠往往在其他动物消失后仍然大量存在。这也是为什么在极端情况下，人类最终不得不面对它。但老鼠的问题同样严重，疾病风险高，不可控性强，卫生代价极大。它是一种存在型食物，而不是理想型食物。正因为这种极端代价，它只能排到第7名，而第6名将从野生不可控回到人类可以长期管理的系统性动物。第6名，鸡。鸡是人类文明中最早被系统性驯化的活口粮之一，它的优势不在于强，而在于刚刚好。鸡吃的杂谷物、剩饭、菜叶、虫子，在秩序尚未完全崩塌的阶段，它几乎能靠人类生活的边角料存活。更重要的是，鸡蛋在没有冷链、没有稳定肉类来源的环境下，鸡蛋提供的是持续、可预期的动物蛋白。这也是为什么在战争初期、灾害初期，鸡往往是家庭级别最先被保留下来的动物。但鸡的弱点同样致命，它对疾病敏感，对饲料稳定性依赖极高。一旦环境恶化到无法清理、无法防疫，鸡群会在极短时间内崩溃。所以鸡排在第6名，它代表的是秩序尚存时的活口粮，而不是世界彻底失序后的答案。第5名，蚱蜢。蚱蜢不是被养出来的，而是在世界出问题时自己出现的。历史上几乎所有大规模饥荒、生态失衡时期，蚱蜢都会作为副产品出现。当农作物失控生长，植被结构被打乱，蚱蜢反而迎来爆发。它不需要围栏，不需要饲料，甚至不需要你去规划。你唯一要面对的事实是，当蚱蜢多到可以吃的时候，正常食物体系已经失败了。在很多古代与近代饥荒记录中，蚱蜢被当作应急蛋白来源，不是因为它好吃，而是因为它不需要任何额外成本。蚱蜢排在第5，是因为它是一种生态崩坏阶段才会出现的被动活口粮。而前4名将彻底脱离单一动物的概念，进入生存体系的顶层结构。第4名，白玉蜗牛，室内级动物活口粮。城市末日里的低调王者，白玉蜗牛能冲到第4名，原因只有一个，它是极少数真正适合室内长期生存的动物活口粮。在绝大多数末日或长期封锁场景中，真正限制人的不是有没有土地，而是你还能不能走出家门。白玉蜗牛几乎完美适配这种环境，不需要阳光，
不需要大量空间，不发声，不攻击，不逃逸，吃菜叶、果皮、厨余即可生存。更重要的是，它的繁殖能力被严重低估。在稳定条件下，一只成年蜗牛一年可产数百枚卵，而孵化率并不低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只要你不一次性清空种群，蜗牛系统就可以长期、安静、低成本的运行。当然，它的缺点也很清楚，肉量不大，获取效率偏慢，更适合作为持续补充，而非爆量供应。但在无法外出、无法放养、无法狩猎的情境下，白玉蜗牛是现实到不能再现实的选择。而第3名将彻底进入生物系统级别的活口粮。第3名，鸽子。鸽子是一种极端依赖人类城市结构，却又不受人类控制的动物。它们栖息在建筑上，吃城市留下的残渣、谷物、垃圾、边角。当城市还站着，但秩序开始松动时，鸽子往往比人更快适应。在围城、长期封锁、补给中断的历史记录中，反复出现同一个画面：牲畜先被吃光，野外动物早已消失，最后被捕捉的是鸽子。鸽子的意义不在于营养结构，而在于它的存在逻辑。只要城市废墟还在，鸽子就可能还在。它是城市最后阶段仍然可获取的动物蛋白，这也是为什么鸽子排在第3。它象征的是文明残骸上仍然活着的东西。第2名，蜂群。蜂群不是一种食物，而是一个完整的生存系统。它会自行寻找食物，自行繁殖，自行维护结构，而你只需要在合适的时候取走一部分产出。更关键的是，蜂群持续产出的蜂蜜，正是我们在上期永不腐坏食物中提到的，理论上可无限保存的食物之一。蜂蜜之所以能永生，不是因为它神奇，而是因为蜂群这个系统足够稳定。在极端生存逻辑里，蜂群的价值不在今天能吃什么，而在于它能在你不干预的情况下长期维持热量输出，这也是它排在第2的原因。而第1名是所有活口粮系统的源头地存在。第1名，酵母。所有活口粮背后的真正王者第1名，不是鸡，不是羊，甚至不是任何一种看得见的动物。第1名是酵母。它之所以会出现在动物篇的第1名，不是因为它好吃，也不是因为它营养全面，而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残酷却真实的生存真相。活口粮的终极形态从来不是体型，而是复制速度。在极端生存条件下，空间是稀缺的，能量是有限的，人力是脆弱的。你无法长期饲养大型动物，你也无法承受它们缓慢繁殖带来的不确定性。而酵母彻底绕开了这一切限制，它不需要土地，不需要阳光，不需要复杂管理，甚至不需要你每天照顾。它只需要3样东西：糖、水、时间。只要条件允许，酵母就会以指数级方式繁殖。你吃掉90%，只要保留10%，它就能在极短时间内重新恢复到原本的规模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在消耗这件事上，酵母几乎不怕被吃光。你吃的不是存量，而是产能的一部分。从人类文明的角度看，这是一种极其恐怖的优势。面包、酒、酱、醋、发酵食品，甚至现代的营养酵母、蛋白补充品背后都有同一个核心角色——酵母。人类几千年来对稳定热量的获取从来没有真正绕开过它。酵母不只是做馒头、酿酒的帮手，它本身就是营养宝库，蛋白质含量高达50%至80%，还有人体必需的9种氨基酸，消化吸收率接近完美。特培的酵母菌种蛋白质含量超过80%，是真正的蛋白炸弹。阿西莫夫在《银河帝国》中提出过方案，用微生物、细菌、真菌、藻类合成蛋白质。这不仅是科幻想象，更是现实的科学方向。而我们已经掌握的技术关键就是酵母蛋白。酵母在发酵罐中生长，只需糖类和基础养分，几天就能完成1代增殖。蛋白质生产效率是动物的2000倍，是大豆的900倍。它不属于动物蛋白，适合素食者，不含大豆过敏原，不含乳糖，没有耐受问题，是真正意义上的清洁蛋白。酵母能利用呼出的二氧化碳、处理后的废水、植物舱的废弃物转化为优质蛋白质。这不仅节约了99%的土地和水资源，更是实现封闭环境物质循环的关键。未来的食品可能是3D 打印的酵母牛排、富含蛋白质的太空意面、酵母基的人造奶制品。这些食物不仅能满足营养需求，还能通过风味调整提供地球鼎盛的饮食体验。这项技术不仅关乎太空及火星生存，对地球上的人类同样重要。如果能大规模应用酵母蛋白，我们可以减少80%的畜牧业用地，节省大量淡水资源，显著降低碳排放。这是蛋白质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。酵母正在重新定义我们的食物系统。更重要的是，酵母拥有所有大型动物都不具备的能力——休眠。在干燥、低温、缺乏养分的情况下，酵母可以进入休眠状态，
几乎停止代谢，一旦条件恢复，它可以被重新激活。这意味着你不是在保存食物，而是在保存一种可随时重启的生存系统。你可以跨越季节保存它，跨越灾荒保存它，甚至跨越时间保存它。在真正的末日逻辑中，酵母不是食物，它是食物的源头。鸡和羊解决的是现在吃什么，而酵母解决的是未来还能不能继续产出。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把动物篇一路倒数到最后，真正站在第一名的不是力量最大、体型最大的生物，而是这个看不见却决定一切的小东西。活口粮的尽头不是饲养，而是复制。而在所有能被人类掌控的生命形式中，酵母才是真正的王者。这20种动物活口粮并不是让你选一个最好吃的，他们想告诉你的只有一件事儿：在极端环境下，真正决定生存的从来不是存量，而是否能再生。动物会繁殖，系统会循环，而微小生命往往比庞然大物更可靠。如果你觉得这些东西离你很远，那说明你仍然生活在一个正常运转的世界里。而下一期植物篇讲的正是动物系统全部失败之后，人类最后还能抓住什么？